为了避免马山堡事件重演，单独囚禁、封锁消息，是确保秦一为人身安全的必要措施。这么做也只瞒得了一时，只要这案子一上法庭，就会曝光，到时韩奎龙就会知道差点撞死他儿子的就是秦一为。我建议从现在开始，所有人取消休假，24小时找人盯着韩烈，还有戚长荣。为什么盯着戚长荣？戚长荣这种人最喜欢浑水摸鱼，唯恐天下不乱。秦法官，你们可以单独聊聊，聊完就叫我。好，谢谢。一伟，还好吗？不是很好，但我撑得住。爸爸，你也别跟外婆吵了，我弄成这样，她也很难过。是外婆给我的，我一直都找不到，原来在你那儿。一伟，你不用怕。首先你是初犯，是你主动自首，而且这是一场意外，法官不会对你重判的。爸，这个不是意外。你说什么？我是故意去撞那个人渣的。故意？我是为了我妈妈。妈妈？我说我知道妈妈为什么会自杀。爸爸，你那个时候每天不是上庭就是开会，你根本没有时间留在家里。但妈妈说没关系，因为她知道你的理想是什么。就因为你怕韩奎龙坐牢，那个混蛋才会强奸了妈妈。别紧张，没事的，没事的。是的，叫大声一点！看着我，我叫韩康，我老爸叫韩奎龙，你记得告诉你老公。哎，记住我。
想玩的话随时找我。拜拜。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人渣的样子。没事的，没事，妈妈没事。他不希望我报警，他不想影响你，所以他不希望这件事让人知道。但是第二天他过不了自己那关，自杀了。我好生气，我好恨我自己。有一天我在街上见到他，他竟然戴着妈妈的项链。我马上开车跟着他，我要他死，我要报仇！老婆，你每天替我打领带，我都觉得是自己最高光的时刻。你这次真的退不了啊？因为那个原审法官突然生病了，如果我不接手的话，案子就要延期了，到时辩方又有意见，我退不了。但那个姓韩的黑帮，他们势力真的很大的。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我不能因为害怕而退缩。我还要跟所有人说，没什么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怎么样，好了吗？爸爸，接住！哎，哇，到我了啊！来，吃饭啦。哎，老婆，坐。爸爸，下星期去看比赛，我们两个带蓝色，妈妈呢带红色。维维啊，你知不知道你爸爸最近在审一个很重要的案子啊？又来了，爸爸什么时候才不审案子啊？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案子呢比较复杂，要审一个黑帮老大，花的时间比较长，涉案人员关系复杂，所以这次我们的旅行就……爸爸，你是法官，还经常说话不算话，看比赛是你提出的，什么意思啊？除了审案，我跟妈妈都不重要？要不等他们下次再来，再不然就等你爸爸放假，我们出国，我们飞过去看好不好？你自己去吧。维维，别理他，最重要是，你是不是也这么想？我又不是小孩子。放心吧，我哄哄他就没事了。等我审完这个案子，我申请长假，我们一家人去旅行，来个甜蜜假期。好啊，去露营吧，维维喜欢。先吃饭。
老婆，你怎么了，老婆？老婆，啊，你怎么那么冷啊？啊，老婆，你怎么那么冷啊？啊，你怎么那么冷啊？啊，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妈妈，这么冷啊？你怎么那么冷啊？一伟，把被子拿过来，你妈很冷啊，快点，快点，把被子拿过来呀！你快扶着她，你扶着你妈。老婆啊，你好冷，你妈好冷。老婆，老婆，不要，老婆，老婆不要，不要，不要啊，老婆。撞伤哥的人已经抓到了，叫秦一伟，法官的儿子。不过，警方封锁了消息，还不知道人关在哪里。等去警署拘留室。老爸，你在牢里，消息这么灵通啊？只要有人，有钱，什么消息买不到？等法院判他坐牢，我保证他没命活到出狱那天。害我儿子的人，只有我才可以审判。我要判他死刑。好，我来安排。你哥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他很好。哎，昨天还问我能不能帮他安排2个妞伺候他呢。估计他很快就痊愈了。小丽，你可以的。我们韩家将来就靠你们兄弟俩了。知道了吧？继续，蹲下，蹲下，别动！喂，这些都交给你啊，都是小混混。OK， 坐好一点，什么态度啊？要不要客气一点啊？都坐好。你们老大是谁？关你什么事啊？这里什么情况？阿 Sir， 你干什么？抓我来干嘛？你现在拒捕、袭警，含有攻击性武器，拘捕你行不行啊？坐好，不然告你妨碍公务啊！喂，是，收到，我录完口供拿过去。好。我的手
断了！你真是死性不改啊！敢在经书里偷东西！你盯紧一点，幸亏他不是偷你的枪。好，谢谢。胡子儿，你知不知道外面乱成这样，全部都是有预谋的。的确是有人向我们宣战，他们的目的根本就是秦一伟，所有刚抓的疑犯都不能留在这里。我已经向西区警署要求支援，接手我们这边的疑犯，同时上级也批准了。他说，如果真的人数太多的话，可以转移到监狱，作为暂时拘留。这是一场硬仗，不能让他们得逞。老大，挺有弹性的。小心！哎呀，你走的比我快啊！喂，哦，好，回去。小心！慢点，慢来。吃药。我给你半个小时去洗个澡。高手，你怎么了？高手，你没事吧？滚开！滚回去！滚呐！岗少，这里是医院。对啊，这里是医院啊。喂，要不这样，帮我安排个妞进来，假扮护士不就行了？猎舍找我。喂，照顾小莲。不用了，带他们走吧，走吧，别这么磨叽。喂，罗强，要2个妞啊！一伟，你是我儿子，我不会扔下你，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会，知道吗？放手！恭喜你啊！这一招就是你的引蛇出洞是吗？哎，等等，说来听听，分享一下。很简单，既然他们不能送外面的人进去，就只能利用早就关在这里面的人来动手。我查过了，之前已经关在这里的有2个在等待上庭，可能性最大，因为他们都是韩奎龙的人。
而这2个人当中，有一个在秦一围进去之后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就跟我们的伙计说自己肚子痛，一定要去厕所。我就顺水推舟，让他去厕所了。就是说你放秦一围进去，然后逼他动手。没错。厉害呀！一天没把秦一围安全送上法庭，我们的任务就还没完。所以我说以后一样要靠麦德们你努力了。我先去做事，胡三儿。哎，等，最后一个问题，我真的有点疑问想问你。其实那个犯人是真的肚子痛还是假的？你自己去厕所看看。列少，今天被抓的兄弟安家费已经分配好。阿丽那份呢？谋杀判终身监禁的，除了钱，还送了一套房子给他家人。换秦一围的命，值得。唉。喂。列少，阿丽失手了。时间问题而已。等他关进监狱，再慢慢陪他玩。这个区域已经清理好了。爸爸，微微，唐督察，一伟昨天在电话里跟我说，里面真的有人想杀他。在拘留期间，我们已经确保了疑犯的人身安全，现在也安全地把他送到法庭。至于你提到的疑凶，也会依法处理。详情是怎么样的，应该不需要向秦法官你汇报吧？如果他在里面出了事，谁负责？你儿子为什么会走到最后这一步要坐牢？到底是谁的责任？也许你应该自己好好想想。自首是有悔意和愿意承担责任的行为，法官会酌情减刑作为鼓励。加上你大学有很多老师和同学写了求情信，所以量刑应该是1年左右。你表现好的话，很快就能出狱了啊。法官大人，被告秦一伟在车祸之后不顾而去，漠视受害人的生命安全。控方在此请求法官大人裁定被告一项道路交通法逃避责任罪，罪名成立，并且根据他实际造成的伤害，从重量刑。辩方对控方的陈述有什么回应？法官大人，首先，我代表我的当事人，向车祸中的伤者致以真诚的歉意。事故的发生是由于2车碰撞造成的，我的当事人在极度恐慌之下引致哮喘病发作，所以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事后他也觉得非常后悔，每天都觉得很难过。他终于无法忍受自己良心的谴责，亲自去到警署自首，希望能够弥补一切的过失，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被告的认罪态度、自首行为是值得肯定的，但本席必须提醒被告，逃避责任对受害人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
法官大人，在大半年前，我当事人的母亲在毫无征兆之下自杀身亡。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根据心理报告指出，我的当事人是有抑郁和认知偏差的倾向，导致他在事故当中做出了不正确的判断。我当事人的父亲也是一名资深的法官，他谨守法治，维护公义，但是牺牲了对儿子的照顾和陪伴，导致他在成长的过程中缺乏父爱，并且在失去母亲的时候觉得孤立无援。在犯人栏中的被告是一个没有犯罪记录的大学生，他很后悔自己的行为，并希望能弥补自己的过失。来自大学50位师生为他撰写了求情信，希望法庭能够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也希望法官大人能把这些因素纳入量刑之中。谢谢。车祸后肇事逃逸是严重的罪行，必须判监，以起到阻吓的作用。但考虑到被告犯案的时候才19岁，心智尚未成熟，发生事故的时候哮喘发作，而事后也主动去警署自首，表明了承担责任的态度。而大学师生为他撰写的求情信，也让本席相信被告确实是一个有为的年轻人，法庭应该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本席现在宣判被告秦一伟触犯道路交通法逃避责任罪，判监12个月，即时执行。薇薇，不用担心，里面有什么需要，外婆会打点好的。最重要是学会保护自己啊！走。你别太担心。他在牢里，肯定很难受。我不送你进去，我还有事要做。你想干什么？你千万别乱来。我知道，我不会。秦法官，监狱是一个必须守规矩的地方，管理监狱就更需要按规矩来做。在这里，规矩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是。我希望你明白，我这次来不是想要什么特权，我来是想告诉你，韩奎龙是被我重判的。现在我儿子关在这里，他很有可能派手下对付我儿子。如果你不让我儿子单独囚禁的话，就是给他们机会。秦法官，说真的，进来这里的都不是什么善茬，很多人之间都有过节。如果每个关进来都跟我说要单独囚禁，那这里是监狱还是酒店？照你这么说，难道一定要等我儿子出了事才能做出安排吗？我老实告诉你，其实我儿子在东区警署扣留期间已经被人袭击过一次。这是因为他们的
安全措施做得不够好。我们这里是监狱，有针对性的安全措施来保证每一个犯人的人身安全。如果秦法官你对监狱的制度没有信心，你随时可以提出意见，但绝不是为了某一个人的福利来说这些。今天很荣幸能邀请到资深法官卢维德先生来到法律援助。我们的听众对于最近审理完的一个车祸之后不顾而去的案子很感兴趣。卢法官有什么看法？我是不会对个别案子提出意见，因为我们必须要尊重法庭的判决。但是我们可以从法治精神的角度去分析，如果一个案子中有人知法而又不守法，还教唆他人逃避责任，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干扰司法程序，这样不仅仅是触碰了法律的底线，更是动摇了司法体系的根基。如果某个案子牵扯位高权重的公职人员妨碍司法公正，应该怎么解决呢？我会强烈建议相关部门马上进行调查，将罪有应得的人绳之以法。喂，这个姓卢的真的是公器私用啊！他竟然利用电台采访来攻击你，他是怕你跟他抢法院院长的位子。他说这番话，很快就会让舆论升温，说你身为法官徇私枉法。你怎么没有反应？你任由他们骂？他这么做反而让伊维更安全。他知道利用媒体，那我们也可以。作为已经退任的法院院长，能够为保障妇女权益事业做出贡献，这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的责任。现在在社会上，有一个往往被忽视的暴力温床，就是监狱。监禁其中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给予罪犯一个改过自身的机会。但是如果在监狱里不断地沉浸在武力当中，不管是施暴的人还是受害的人，都会被严重的扭曲人性。那对于将来要重回社会，就会非常的困难。暴力不只伤害了个体，而且还会伤害整个社会。所以我们应该站出来，为建设一个更加公正、更加人道的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谢谢。我们的目标是要帮助每一位服刑人士建立新生，协助他们日后重投社会，并且降低重犯率，为社会带来一份安宁。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和崇高的目标。狱长，是我能不能进去牢房里看一下？开门。全部站好！站好！纪律跟环境都不错，狱长，你管理得非常好。谢谢，这是我的责任。大家好，我是黄潇议员，有没有什么投诉或者有没有意见想表达？没有，长官。我不是长官，我只是代表政府收集意见的渠道而已。小伙子，你犯了什么罪关进来？
因为车祸不顾而去，判了12个月。关进来之后有没有反省过？你这么年轻，只要肯改过的话，我相信你对未来社会一定会有贡献。我相信你一定可以。黄议员，你视察完监狱后有什么意见呢？惩教局已经管理得很好，但我认为也有需要改善的地方。能不能具体描述一下？我们应该关注囚犯的心理健康以及教育的问题，尤其是最近社会出现一些暴力的言论。如果这些暴力的言论传到监狱里的话，一定会影响到囚犯的改造进程。所以我绝对不允许仇恨和暴力在监狱里蔓延。请问你所指的是不是最近针对情欲法官的谩骂？你提醒了我，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觉得一个人犯了法，受到应得的刑罚，就应该告一段落了。但是最近有很多人用语言暴力作为人身攻击，这种事在社会上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不认识秦法官，但从他过往主审的案子，我觉得他是一位大公无私的大法官。请问接下来黄议员有什么具体安排呢？我会把我所见所闻全写进报告里，作为日后立法的依据，确保公众的问责权得到尊重。谢谢。各位不好意思，黄议员还有下一个行程，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我。这是我的名片。老大，真的要找神父来教堂？听强哥说，刚少之前重伤，差点没命，幸好找了个神父来给他做法，还说他的癫痫是鬼上身，所以他想找个神父回来给他驱邪嘛。这边找神父给他驱邪，那边又要找个妞让他发泄。幸好我聪明，我星期5下午1点约了神父过来驱邪，然后错开时间给他安排个按摩女郎。来，小心他，坐下慢慢喝。哎呀，飞叔，生意不错啊。哎呀，多亏有熟客光顾嘛。哎，跟你一样，每天都1点1刻，一响秦法官，秦法官就到了嘛。你不说我都没发现。哎，每天不喝你的咖啡，我浑身不舒服。哎，今天你先等一下，我马上冲你那杯。好。对不起，阿丽失手了。还有1整年，还有时间，不用着急。都怪那个什么议员去了监狱巡查，现在牢里盯得很紧。我说了有时间，不用着急。罗强说你哥要请神父。我哥说，
他觉得癫痫是鬼上身，他又不肯吃药，所以要找神父帮他驱邪。只是脑子有问题。应该不是，除了神父之外，他还要找妞呢，不知道多正常。小丽，你们兄弟俩感情好，家里将来的事就交给你们兄弟俩。你以前不喜欢参与，所以很多事情我都不让你知道。你不知道，所以你就猜不到我会有怎样的决定。20年前，我为什么可以上位上得这么快？因为我被一个势力很大的利益集团看中了。有多大？镇上？景黑？都有。他们从来不露面，只会找一些中间人来传话。我替他们卖命，他们就支持我。我就可以一步一步逐渐壮大。既然他们这么有势力，为什么你还要坐牢？之前我太嚣张了，他们就拿伤人这案子来教训我。他们已经说好了我将来的利益了。值得吗？值得，可以把你们兄弟俩扶持上去。还可以让我们韩氏集团成为好港最大的赌业大亨，值得呀！现在离这目标不远了，旧城区收地计划很快就会行动。我们不要做多余的事情，要保存实力。只谈利益的人，从来不讲道义。我们在明，他们在暗。这么做会不会太吃亏？他们的身份是高度秘密，普通人见不到的。但是有一些标志，你一看到就要小心。梅花就是我们黑道，方块、红心、黑桃、商界、警界和政界，看到这些就要小心，要防范。这些人不能碰，不能得罪他们，他们只讲利益。利益就是你最大的武器，明白吗？儿子，去看看妹妹好不好？乖。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的？暂时还能撑一阵子。带着孩子不能一直这样。旧城区那边有什么消息？我爸偷偷传话告诉我说，戚长荣的手下突然就都老实了，没有杀人放火，没有打架闹事。但是派人去过我家，应该是怀疑我。因为你是最后一个见戚长荣的人，他们肯定猜不到你会留在这里。如果戚长荣的尸体被人发现，到时候就不只是旧城帮，警察也不会放过我，所以我要尽快离开这里。我会安排你离开，过了星期5可以吗？为什么？还有什么比现在这件事情更重要？
因为那天有个人要死。我会送你们走，我答应过阿威。秦法官，我买给孩子们的。你要小心一点。嗯，平安回来。好。為何是一就如烈火燒光每個可能過，無餘力去追問，心裂痕在心，沒隨熱火追身去，不知火燒翻我如一，埋沒對錯更不讓。心眼被煙花，隨鬥陣光與暗，察覺相近，遮蓋是悲傷，被良善責問，是誰斷情不見正義，而遺憾得諷刺，自問自答參不透暗，望着平靜人意，但我是理智，退到腳邊失完正注視。為何在沉默不可以回頭怒殺不住，臨入命理空更詫異，漫長路建立好日子啱知，盼望內心在淌血。望着平定人，但我是理智。退到腳邊心斷正注視，為何在沉默不可以回頭怒殺不住，臨入命理空更詫異，漫長路建立好日子啱知，盼望內心在淌血。